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的微博热搜啊，哎呀，冲到第一名是谁？叫做特朗普怕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川普哦。他怕了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到他做错了，而且是从卢特尼克的口中讲哦，就说川普对于这个中国关税的影响感到恐惧啊，因为发现到说，哎呦，这个对大陆加征关税给美企带来了影响。感到害怕，也确实造成了痛苦哦。所以他承认的确有影响了，他也怕了哟。但是他后来又赶快又补一句，哦，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要奋斗到底呀。但是这足以见得啦，就是他已经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哦。那央视呢就讲啦，讲说其实呢，你看啊，美国人的厨房啊，一拿一个中国制造啊，所以美国人现在在趁这一段时间，这90天哦，赶紧在囤积中国商品哦。一名美媒的记者邀请经济学家走进他的家里面的厨房，然后制作一杯咖啡，从用的勺子啊、烧水壶啊、马克杯啊，全都是 Made in China， 而且还有烤箱啊，这种种的家电啊，也都是 Made in China， 所以你想要避开来，根本是很难的啦。你自己想要这个美国制造，恐怕你家里面的东西要清掉这个大半哦，恐怕要8-9成东西都要清空了。那再来，美国的媒体也讲说，中国趁这90天关税的谈判窗口期，急建这个经济防护栏。那他说，这个其实并没有改变啊，中美正走向一场新冷战的事实，双方在争取盟友跟伙伴方面的竞争哦，依然是很激烈的，正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一样，而且还凸显出来，这个现在中国大陆为了经济建立起防护栏的一个急迫性。但是呢，真的是谁受害啊？恐怕你看美国的这个养猪业者现在是很头疼啊。他说美猪飞不出国门哦，那出口到中国大陆梦碎啊。业者又讲说，天哪，这个关税已经让他们的100万美元订单哦，全部都泡汤了。那接二连三的被中国的买家取消这些订单，而且他们讲说这一个伤害哦是长期的伤害，对产业来说的话，我们的品牌信任是难以恢复的。所以就算现在好像暂停，就稍微停战一下，可是伤害已经是造成难以挽回哦。那再来还有美国的这个新计算机，这个新呢就指的是晶片。那大陆其实从3奈米的晶片到国产操作系统哦，再到这个新的手机啊、新车啊。都有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哦，但是美国方面却没有什么新产品。只有什么呢？就是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层出不穷，就没有新产品，但是有新的制裁，所以看起来美国真的是没招啦，自己花多一点力气去创新吧。那所以他们的结论就讲，这个是央视的结论哦。中国的成就跟美国的反应都证明了，这几年美国对中国科技卡脖子。结论就是失败的。那但是呢，现在川普又发梦嘛，讲说，我们要来减税啊，说大又美的法案呢，终于是过关了，但是只有1票之差而已哦，所以他接下来要减税，那不知道会不会又造成一波对于美国经济上面的影响哦。那不过已经是让美股在周3全面收黑，美债殖利率也因此飙升，所以看起来初步的一些反应已经在市场上面显现了。不过川普现在还是在算他的这个等于说他的赚钱梦啊，比方说像是川普币，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你有买川普币的这些大金主们有一场晚宴为他们而办嘛，头220名的投资者出席哦。那民主党讲说，你这根本就是在公然贪腐嘛，你这些来自加密货币的富豪哦，这样子来邀请他们一起晚宴。那这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可能外国势力介入啊、国家安全啊？那你这样子是在谋取私利啊，所以就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来自于民主党的批评。那还有现在他们加密货币的沙皇也提到啦，讲说他们这因为5月19号参议院通过了程序性的表决嘛，所以他们说接下来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这个国家创新法案最快下周也会交付实质表决哦。那所以这个稳定币的关键法案
不只试图为加密资产提供了监管地基哦，还可能会改写美债全球的资金来源哦。一夜之间恐怕就会有几兆美元涌进到了这个美国的国债哦，所以他们都觉得说他们正在做对的事情，完全不承认他们这个是在谋图自己的私利哦。那但是呢，因为他一直对鲍尔有意见，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决就说，接下来对于鲍尔就是联准会成员是享有特殊的保护的，总统也就是川普啦，不得任意免职不然一天到晚川普就是要拿他开刀，就是要把他给 fire。现在看起来鲍尔是比较稳一点了。还有呢，这个川普一直这样子在搞下去，其实在内部有非常大的质疑声量，就连呢他现在要收卡达的飞机媒体也是不依不饶，一直要去问说为什么你可以去收这样的卡达飞机那他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开始转而对记者人身攻击？我们来听一下。Mr. President, the Pentagon announced it would be accepting a Qatari jet to be used as Air Force On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to get out of here. You are a real, you're a terrible reporter. Number one, you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to be a reporter. You're not smart enough. 对，他公然对记者是可以这样子羞辱就说哎呀你很糟糕你没有成为记者的资质叫他给滚出去那他是这样子在对待周遭的人，或者是说他觉得你在质疑他，他就给你羞辱的方式。其实在那一场合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昨天在讲他对南非总统同样也是用这种羞辱的方式那还有呢，这个马斯克前一阵子跟他这个川马名字都连在一起两个人好得不得了，最近好像也很少看到了马斯克果然心累了他说他接下来会淡出政治圈，我们也来听一下。 And why is that? I think I've done enough. Is it because of blowback? Well, if I see a reason to do political spending in the future, I will do it. I do not currently see a reason. 好，所以现在对于全球的关税看起来川普不吃香，甚至在国内也有众叛亲离的现象出现。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川普紧张了，应该卢特尼克要负全责你身为商务部长，你怎么没有提醒你的老板呢？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而且还公开出来讲，说川普吓到了。我如果有这种部长，我立刻把他 fire。事实上，我跟你讲为什么卢特尼克会在川普的内阁很重要？根本跟贸易战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是稳定币的最大持有者，所以根本就是勾结的啦。讲白了就是这样就有这种商务部长，那美国当然就是搞成今天这个地步嘛。因为他根本对贸易不熟嘛，他也是金融界的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叫自奏自受啦。比如说他第一任他那个贸易代表就蛮厉害的，不用。你就不用那商务部长也比这个鲁特尼克要资深多了，反正你都不用你都要用一些你可以控制的人。这个是很容易预期的嘛，就是中国有哪一些产品在美国是占多少比例以上，你就可以立即知道，只要没有进口，对，那美国哪些东西就会立刻缺货，这个几乎是基本知识这个找一个台湾的高中生都可以处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悲了啦不过既然他知道这个状况，我认为中美这个有关货品贸易的谈判，大概也不会坏到哪里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困局了那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通过减税案那显然对美债是雪上加霜因为他10年要减掉将近4兆的税那一年就是接近4000亿。那这个穆迪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给你降评因为你就是毫无诚意嘛。你这个财政赤字已经那么严重了，你还减税，对，就表示你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政府嘛，所以他就给你降评然后10年期美债殖利率就飙到4.5就这样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未来恐怕变数还是很多了
联准会那边也传出啊，今年最多降息1次，就越缩越小哦。因为我不知道你物价会不会上涨啊，哦。那另外啊，我觉得现在要评论川普，就令人很讨厌，因为每个人都在讲假话，都在讲空话，吹牛。比如说稳定币，稳定币，美国国会通过2个法案，没有错啊。那什么一夜之间几兆美元就涌进国债，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比谁浮夸了？稳定币目前的总交易只有2300亿美元，人家是估计到2030，那可能会扩张到1兆多。2030呢？你现在也只有2300多亿，2025嘛，对不对啊？他这个加密沙皇就是把所有的虚拟货币都灌进来了。可是其他的货币联准会不会准的啦？你的比特币波动那么大，对，怎么可以做储备货币？所以我觉得都是在吹牛啦，所以民众不要被误导了。好，请教赖老师。美国的经济结构其实摆得很明白了哈，它的农业占它的 GDP 1%，它的生产制造业占19%，服务业占80%左右。服务业啊，所以美国，你想他打这个关税战，打贸易战，他自己本身国内的商品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他自己国内的需求，所以他才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嘛。那他为什么会这个逆差那么的大？美国还继续经济成长，美国还继续富有，人均的所得还继续在成长。这个最主要还是在于服务贸易是美国最大的强项，占80%。对，而它的服务贸易进入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的，事实上关税都不高，美国是赚翻了钱。也就是说，基本的成本不高，但是利润很高。而关税在基本成本中占的比重也很低，因为这个游戏规则是美国定的。那这一些政客，包括川普在内，也包括他的纳瓦罗啦，他的经济委员会主席米伦啦等等，所有的这些人在内，他眼睛盯的是商品制造业。那他盯了商品制造业，可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商品制造业不过占美国19%而已。当他一旦搞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国外的商品进不来，美国的消费者就买不到商品。那他以为买不到商品，那就会有厂商移到美国来去成立公司。可是问题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嘛，因为你要成立公司，人家会考虑工会的问题，考虑电的问题，考虑你的成本等等，而且还要迁厂等等，而且还要看你的政府的稳定度。如果说你就4年，你一下台一鞠躬，那我投资下去以后，厂刚刚盖好，一切打水漂，所以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你也短时间内补不了你的货。既然是这样的话，他还是要硬搞，硬搞了以后，他以为全世界都会跪地向他求饶，可是他没想到中国大陆非但不跪地，而且呢还跟他对抗，而且是越打越凶，越打越猛，打到最后他自己害怕了，害怕到他的商品价货物空了。他自己本身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了。现在您刚刚看到了，就是美国猪卖不出去，美国牛卖不出去，美国的大豆、玉米都卖不出去。它的农业虽然占1%，可是它是它的票仓，而这个票仓的东西卖不出去，然后那个产品也卖不进来。现在服务贸易大家还没跟他算这笔账哎，如果开始跟美国算这笔账的时候，看你川普怎么玩。你要定贸易规则可以啊。我们从服务贸易开始来定规则，重新定税基、税准，按照成本效益来计算商品的利润有多大，你的服务贸易把成本算进来，大家来算算那个利润、那个税应该要多高。如果大家都这样玩的话，你美国的经济才是真的重挫。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在 WTO 也好，全世界也好，都应该对于美国的服务贸易要下手。你不从这个地方下手不行。再来。南非的总统再怎么样还是你的客人，你已经羞辱了这个泽连斯基，你现在把人家请到白宫来，当着记者的面又要羞辱一个南非国的总统，坦白说这不是一个待客之道，更何况你还拿出假资料，这个丢脸丢在国外，
美国人如果有点羞耻心的话，你绝对不应该允许你的总统在白宫在记者会面前拿出一个假的资料，当然我们这资料是真的啦。对，那他的资料是假的，他拿出一个假资料，那个假资料被查出来是印度的一个来源，印度印度的资料你还相信？白宫还拿来用，厉害啊！好，来请教吴老师。其实川普第一任跟第二任差别其实没差很多，都是用关税。可是他第一任梅努钦贸易谈判代表，然后财政部梅努钦谈判代表来的孩子我觉得比现在这个强太多了，优秀多了，而且他们知道关税的一些眉眉角角了。那个我觉得只是其一不知其二所以他们忽略中国的可对抗性。他们认为他们第一任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让中国很快就范。虽然2018-19年的时候，只要美国加关税，中国立刻报以这个关税报复，他们是来来回回的。所以这一次大家在讨论说，为什么感觉美国好像忽略到中国可以抵抗这么强硬刚才前面2位也讲了，其实有一篇文章也在讲，中国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准备了8年了，而且他们不止从习近平个人学习到之前怎么样被川普糊弄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快跟你这样谈判。所以如果观众记忆犹新，一开始习说我不谈了，你自己来打电话给我。对，因为第一任的时候就是海湖庄园跟你称兄道弟，隔天就打你脸说关税战嘛。所以从习近平个人开始，到他们的法规层面，到我今天要讲我们所谓的整体的区域层面，中国是有备而来。为什么我们知道，其实在关税战刚开始打然后美国加了140几了这个中国加145这样加下去之后。中国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要他们就开2会嘛，就是我们讲扩大内需也好，我们的国企民企大家要共体时间，对不对？把所有产业链重新盘整。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强化它的区域一体化的一个政策。所以在4月底，习就带领了一批人，他不是一个人出访他带领一批人到越南嘛、柬埔寨、马来西亚干嘛？重新找市场。假如第一个你美国的货我们进不去那我们卖到别的地方可以吧？我们赶紧要把这个所谓的库存量要销出去所以他们这区域一体化其实是我之前要评论就是除了我们从其的个人以外，国家层面以外，第3个就是区域一体化。中国想要开拓更多的市场，其实美国被区域一体化排除已经很久了，它不管是 RCEP 也好，根本没有它的份 ，CPTPP 它现在更不可能。那中国趁机就在 RCEP 做更多的工作。我举个例。这一次他们第一站到越南，他们到越南除了会面苏林之外，他们签订了45项协议，特别就什么铁路的方面进行更多的细节沟通。因为我们知道之前越南跟中国在2024年底的时候，他们签订一个铁路叫接轨要帮忙越南盖这个铁路。那当然你要从云南省的这个老街到河内到海防这条铁路要盖的话，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铁路跟越南铁路必须要做个对接那除了铁路之外呢，他们还带了谁？还带了蔡奇，带了王毅、王文涛、罗兆辉，商务部、外交部都带去了，还带了一个叫做罗兆辉是国际发展合作署。国际发展合作署，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它是2018年中国为了将外交部、商务部跟我们讲进出口银行这3头马车在做他们"一带一路"的所谓外交援助，整合起来，整合一个叫国际发展署。所以习带了这10几个人去到了东南亚，最主要就做的就是我要讲的区域一体化之外，要把它"一带一路"，特别对于柬埔寨、马来西亚跟越南所谓的官方发展援助，一次要做到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的战略跟一个所谓的整体的情势发展。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关税，中国怎么样去对抗美国，我觉得是习现在更有抓到这个机会，他可以在这个所谓的 RCEP 甚至未来 CPTP 做更多的工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川普是不是真的要灭了哈佛？我们看到牛弹琴就在讲说啊，川普啊，这是要彻底废了哈佛吗？他真的是杠上哈佛？他现在这个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生的资格啊！哇，这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消息啊！而且说现在的外籍生也必须转学。
哦，这个消息真的是惊动全球哦。那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呢，他就下令终止哈佛学生的交换计划。那目前哈佛仍然有6793名国际生，占入学人数的27.2%。那其中呢，中国籍的就占了1365人，所有人都得要转学或者是直接离开美国啊。哇，那哈佛当然不干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在搞什么东西啊？那这个国土安全部长他说呢，这个要求哈佛大学对于校园内助长暴力、反犹太主义以及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行为负责。哈佛招收外国学生啊，并从更高的学费中获益啊，充实其数十亿美元的捐赠。这些基金是一种特权，所以现在真的是在硬杠哈佛。那哈佛大学说这是一个报复行动，这会对于大学造成严重的损害，校方将会全力接国际生的能力哦。那目前这些学生跟学者来自140多个国家，哈佛乃至整个国家对于这一项措施哦，恐怕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呢。他说，我们过去哈佛为美国做了多少事情，带来多大的贡献，你怎么会这样子来，就有一种报复哈佛的感受哦。而且他说，这个72小时之内，这些外籍生的资料都得要交出来，而且打算不止哈佛，其他学校可能也得要比照办理，也得要跟进，就是其他大学，就是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恐怕接下来不能去美国念书了吗？这事情哇，真的是只有川普敢这样干哦。那再来，我们昨天有提到说，川普在南非总统面前拿出来，就是突袭人家，就拿了一张图啊，就说这是种族灭绝啊，然后这些是被埋葬的白人农民啊。结果路透社去查核，这张照片是在2月份的时候，而且是在刚果拍的哦，就也不是南非，你怎么会拿刚果的图来指控南非哦？所以让人家这个南非总统看的就是真的是满头问号，就想说，没有看过这一张图，他真的是算是非常有风度了，在那个当下回应川普的方式哦。那他就说啊，你怎么会进行种族灭绝？但是真的被人家质疑说种族灭绝的是。有人质疑，就是你现在美国的立场，你是不是在纵容以色列哦？所以竟然华府这边爆发了这个枪击案，造成了2死哦。那受害者是这个具德国籍的16岁移民的这个以色列人。那其实这个德国的总理也表达震惊。强调应该要假设此案有反犹的动机哦，谴责暴力行动。那英国媒体也发现，这个枪手呢，他是预谋性的犯案，犯案之后1个小时贴文批了以色列，所以显然是预谋式的哦。那川普呢，看起来因为他不是跟全世界为敌嘛，这个对等关税战这样子，开地图炮对准全世界哦。那结果没想到他现在 G7 的领袖峰会他要去啊，人家想说这是在加拿大登场哦，而且加拿大你不是一天到晚在讲人家是第51州嘛，已经关系挺紧张的。现在在加拿大要办 G7 的峰会，6月15号他打算是要出席哦。可是这样不知道能够挽回多少这个川普在国际之间大家对他的一个信任度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全球的确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哦，都是很显著的在走近跟改善。我们来对比一下今天这个微博热搜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马克宏通了电话，那也强调说中方支持欧盟加强战略自主，也就是说中欧的关系也因着现在川普在全世界这样的缴获越走越近啊，所以他们现在要共同来维护这种国际贸易的规则，还有国际的经济秩序。那墨西哥的驻大陆的大使也讲说，墨西哥致力于跟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他说，难道美国对中国生气，我们就也要对着中国生气吗？他说绝无此种可能哦。那东协自贸 3.0 的这个中国大陆跟他们之间的这样的3.0 谈判也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会有区域经济一体的加速化，那这可以提供作为一个亚洲范本哦。那这其实你看到，不论东协，不论是欧盟，好像大家都很急着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啊。那墨西哥还有很多现在南美洲国家也要加入这些一带一路，大家都希望能够好好的来把这个国内的经济或者是这样国际的贸易给搞好，就只有川普逆着来做。那所以你看瑞银的报告就显示出来，
在中美贸易战的阴影之下，全球的富豪仍然选择加码投资中国大陆。那大家也不是傻瓜，赔钱生意没人做啊，大家也知道哪边比较稳定嘛。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亮哥。其实川普跟哈佛杠上啊，我认为不能够保护犹太学生，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啦。因为更严重的是哥伦比亚，或者是伯克莱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哈佛不愿意取消 DEI 啦。就那个多元认同那些东西，所以也就是报复嘛。那因为哈佛他在 Boston 嘛，他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嘛，就是杠上嘛。我觉得主要是 DEI 啦啊。那目前就挺麻烦的啦，就是他又扯上，为什么会扯上中国大陆呢？因为这个大概6800个国际学生，中国大陆占将近1/4，中国大陆将近1/4啊。那事实上还会有一些学校被类比啊，因为目前它冻结联邦资金的学校也有好几个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哦，比如说宾州大学啊，比如说康奈尔大学，比如说西北大学啊，那听说耶鲁是下一梯次所以加州系统都有事啊。事实上，它前面一轮是用冻结联邦资金那结果就发现他们都不改啊，就对那个 DEI， 民主党的学校还是不能说民主党啦，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校风嘛，他们就拒绝改变了。那坦白说啦，如果美国没有这个 DEI 啊，真的那个非洲裔的要进这么好的大学是不容易的啦。我们讲实在话了，你如果都用成绩来比啊，那搞不好犹太学跟亚裔的就占了2/3，对，搞不好就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人家也有一定的苦衷啊，所以可是这个很麻烦啦，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意识形态嘛，他不要 DEI 嘛，那我觉得这个战争还会进行蛮久的，所以我觉得台湾，你如果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你更困扰，他要你转学，不然那个 I-20不能够续能转去哪啊？不知道啊，临时叫人家转，不，你转了搞不好下一个学校又中，没完没了。这个就是这样啊，就是那台湾今年刚录取的，其实台湾哈佛学员不是很多啦，一年录取个20个就不错了，刚好都在庆祝祖上积德，对不对哈？那些I-20下不来，那会不会其他国家就招手，就说你可以直接吸引优秀人才来这样？可能有点来不及哦，因为录取通知其实刚拿到。多传申请学校都是3月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乱搞啦。而且不是只有哈佛，还会有好几个学校，常春藤都中，那这样学生可能会有4-5万啊，我看你怎么办。比如说哥伦比亚的外国学生高达13000人，哈佛是27%嘛，6800，哥伦比亚是13000，高达38%，都是外国人啊，怎么办？那川普到底在搞什么？把所有的精英都赶走，然后希望所有人都开始去当制造业的工人，是这样吗？他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在于研究所，还有实验室研究机构啊，因为首先他要求哈佛大学要在72小时内把过去5年以来在校园内或是在校园旁边外面反对以色列屠杀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些游行集会抗议的视频都要交出来。哇！他要求72小时内，他要视频哦。他等下抓人嘛？对，那对哈佛大学来说的话，他们并不是反犹太主义，他们是反对以色列人这样杀戮。对，当时的诉求都很清楚。是啊。但是他不管，他现在把它栽赃，说他是反犹太主义，是种族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是极端主义。他现在用栽赃法、抹黑法。哈佛大学认为说，当时都是有合法申请，而且是当时是整个美国各校园，而且其实不止在美国，在欧洲各校园，我当时也刚好在欧洲，我亲眼就看到欧洲的各校园里面，像我到巴黎大学，我母校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当场都在那边示威抗议啊，而且是一票的大学生、研究生、老师都全部都站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以色列这样杀害平民百姓嘛，对，因为杀得太狠了，是大家看不下去了。也就是说，先是同情你以色列，到最后认为你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已经不成比例了，而且对于老弱妇孺这样的杀看不下去了，所以整个欧洲美国人都站出来。都是大学生站出来的情形下，他今天要哈佛大学主动的交出这些视频。你想，如果你是校方，你怎么交？你校方你一交的话，你整个学校破产了，因为这些学生是合法的申请，而且诉求就是反对以色列这样的杀戮。然后他就把它栽赃。那哈佛大学当然要保护学生的安全，而且这也是各自的问题。而且呢，他知道国土安全部要用这个面孔辨识法去分别，然后要他把所有的外籍生的资料找出来，他要去核对，核对完了以后就看说，哎，不是美国人的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说你是反犹太主义，然后就要把他。可是不要忘了，那个时候反对以色列杀戮最严重的其实是犹太人嘞，犹太人组织很多都站出来是反对以色列人这样杀。好，那你想想看，这个对哈佛大学来讲，保护他的师生，他必须要这样做。结果他现在用政治破坏，台湾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当局对于这个不吭一声哦，我也没看到绿营的媒体对于这样破坏校园自主、破坏学术自由吭一声哦，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初不是一直标榜学术自由吗？校园自主吗？怎么现在看到川普这样子破坏学术自由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讲？这个实在是我们觉得两个标准的民进党，坦白说，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好，来请教吴老师。其实，在拜登执政的时候，对于这个反犹主义，共和党他们就非常反弹。那时候，但我们知道这个国会特别把这个3个名校的校长抓来做听证，陆续啦，然后用各种方法，有栽赃抹黑，说你论文是抄袭。哈佛校长盖茨就是第2个被炒鱿鱼的。他们只要他们的董事会里面的犹太人，都基本上犹太人有钱嘛，哥伦比亚啦，这个宾州大学啦 ，MIT 啦，哈佛里面的董事会都是犹太人，你反犹就把你炒鱿鱼，所以 MIT、宾大跟哈佛校长3个都走人了。其实他们没有反犹，他们只是反对以色列，对，反对以色列杀人，可是他们没办法控制校内的那些老师，因为很多校内老师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是很同情的，但你校长不作为，他就把你炒掉嘛。所以从校长开始，接下来他们全面执政之后，他们就炒国际学生。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蛮麻烦的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去念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拿 I-20。I-20其实你只要被注销，你的身份就立刻变非法哦。对，你不是说我拿到那个签证，我们叫学生签证 F1 进去，那没有用，你要拿 I-20。对，那 I-20谁发 ？I-20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大家在缴这 I-20费用的时候，有个叫 SEVIS SEVS System， 那个就是美国国土安全局可以借由这个系统，因为你美国各大学的国际学生处，他们要把你的资料建入到这个 SEVIS System， 建入进去之后才有效，他会发给你 I-20。他们现在这个国土安全部长他的做法就是，我就从这个 SEVIS System 开始，我把你停止，他就把你 terminate 之后。你的 I-20就没效，立即无效，变成你是非法移民，立刻得要驱逐，你就要立刻赶快想办法，不然就可以抓起来。你要去跑一趟加拿大，或去跑回你自己的母国重新申请，要重签呐。问题是你现在的申请都很难申请，你要变成观光客。所以现在很多法律律师就写了嘛，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呢，主要是由美国的移民跟海关执法局，我们讲 ICE 他主导的，所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那个 Norm 就说，来 ICE 你开始做 ，ICE 就叫下面有个办公室 SEVP， 这个叫做。学生与交流访问计划办公室就是我们这个 CBG 上写的，由这个开始主导你去查，你就把 SEVIS 关掉。你只要一关掉，美国各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他们没有辙啊，他的系统进不去，你就非法了。那我想请问，第一个，哈佛的所谓的国际学生，特别是刚才赖老师讲的博士生做 lab 的，那些都是老师的助手，有些是助教，有些人还上课。你隔天说对不起，我不能来上课，因为我已经是非法移民了。对。那请问底下哈佛的大学生该怎么做？对，你的实验室的实验停摆，实验室停摆啊。那甚至老师说，你不能念了，那我要找新老板，因为很多的研究生他是靠老板的薪水过活的。对，老板也需要他。你隔天你底下一堆助理走掉，那些教授他就完全不能做事了。对，所以教授麻烦，学校麻烦，大学受教权会影响，这个是方方面面的。最后我要讲的就是，那台湾现在接下来留学生申请到哈佛，
可能会有些问题，就是像刚才亮哥讲，拿不到签证，你可能拿不到 A 团，你也进不去嘛。进不去。但是我要讲的是，可是台湾有许多美宝，美宝这个时候可能可以思考，因为你有所谓的护照，美国护照，那是不会影响，你是相当于美国人，所以你可能你的 standard 会开始有浮动。美宝申请到哈佛不多了，不多，但是他们申请到名校，现在机会可能谁知道川普会不会下一波又朝这些美宝下手？美宝你有身份了，你有身份，那就美国人他查不到。我不知道川普很疯啊。好，我们今天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这个印巴的空战哦，让印度好像没什么面子啊。空战不行，现在怎么办呢？换水战哦，换陆战哦。所以莫迪就讲说，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要控制这个水资源。他说，巴基斯坦不能从印度拥有权力的河流来获得水源哦，所以他们要断掉巴基斯坦的水源。所以现在北京再次出手救巴铁哦。那面对到这个上游巴格利哈尔的大坝突然被关闭哦，导致呢下游快速干枯啊。那所以现在这个巴方的民生啊，还有农业啊，面临到干旱的危机，所以中方赶紧介入，说要加速来兴建水电站啊，来借此打破印度的水资源控制，也为这个中巴经济走廊注入稳定的力量。而且还有一个动作是，印度突然增兵到边境哦，有50万，哇，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可能还有下一波的动作？他们现在封禁媒体嘛，而且像喀什米尔增兵了50万，指责中国大陆怎么可以支持巴基斯坦哦？所以印度现在动作频频，是要有第二波的冲突出现吗？空战10天之后呢，现在连印度本身就是反对党的领袖都站出来在质疑这个莫迪呀，是不是在刻意隐瞒呢？跟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当中哦，印度空军的损失状况，你应该要说清楚啊，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啊。那印度的外交部在讲说，哇，你这个反对党就是在扭曲事实、歪曲事实，就是套一句台湾的讲法，叫做你这是巴基斯坦同路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质疑印度呢？所以他们就讲说，哦，这个事情反正就是子虚乌有就对了。但是呢，这个其实延伸来说的话，我们看最近哦，马来西亚正在举行这个兰卡威国际航展嘛，结果呢，就连这个刚买的飞机这首歌也顺势也到了马来西亚的酒吧唱了起来。刚买的飞机被打了，现在变成马来西亚的夜店神曲哦，我们来听一下。对，你没看错，前面有舞者，对，前面还有人这样子唱跳起来，它已经变成一个夜店神曲了，就在马来西亚都在唱，因为就是在马来西亚这边进行了这个航展嘛。那歼十 C1啊，它现在是站在最 C 位的位置哦，所以这个占尽风头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军政代表啊，大家都在特别要去看一下这个歼十 C1哦。那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就在讲啊。讲说这个歼十系列的战机哦，不仅是中国制造，更是呢中国航空工业迈向高端自主的重要象征哦。这是对于中国空军作战能力具有重大的意义，也看得出来啊。你看马来西亚这样子，把歼十 C 放在 C 位哦，也是好像透露出来往中国大陆的这一边站拢了。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已经变成延伸成中印的舆论战了嘛。在网络上面，他们甚至在讲说，印度还有抗中神剧哦。他们就在讲说，这个现在中国大陆惹恼了印度，所以印度放话说要让中国众多城市承受他们的怒火。然后他们在戏里面就讲说，我们要让这个济南、武汉、台北、哈尔滨、烟台啊，通通都是用飞弹来对准他们哦。然后结果后来大陆就爽说，既然已经讲到台北的话，
那我们就饶了你，因为代表你们认可台北也是属于中国，所以就他们还有这样舆论这样的一个插曲哦。另外还有印度记者告诉美国的媒体讲说，我们评估中国的防空表现呢太差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所以印度现在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大陆哦。那就连这个印度媒体的主持人连线马凯硕在讨论中印问题的时候，他一连串的这些话让马凯硕听了都就觉得说这个印度主持人是不是有点无知哦，很无言对他。我们来听一下。Where will China and India be 10 years from now in this equation, in your opinion? It all depends on how cunning India is.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play the game. Right. You see, right now, you have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because China is still number 2. It's much easier to negotiate with the number 2, not with the number 1. But you want to wait 10 years? Then when you negotiate with the number 1, it's much harder. So you got to be very brutal about these things and stop being so emotional. I mean, that's a fundamental problem. 他都看起来快要听不下去了。好，我们来，不是假抗姐了，他更难忍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上游拦截不让下游国家用水，这是违反联合国水资源法。这是违法的也违反了联合国跨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使用法。这有签公约的可是问题是，你要告到联合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要举证处理起来都1-2年以上所以巴基斯坦实在是没办法，你碰到这种他就不甩你啊。对，所以中国大陆就紧急到普什图省那边帮他盖水坝啦，就是发电厂、水力发电厂希望能够至少解决一点电力供应的问题。事实上，它不是只有电力供应的问题啦。这个水不让下来，大概水电是20%，灌溉更严重，灌溉非常严重，灌溉大概有60%就看它时间拖多长所以印度这种搞法是相当离谱了，因为中国大陆就没这样搞你啊。中国大陆又在它的上游，然后印度在巴基斯坦的上游，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这个印度就是没有办法，他就觉得他要讨回面子，要报仇这样那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因为到现在还在隐匿实情，不要让国人太多知道。事实上，连西方媒体也逐渐开始刊登了。可是懂英文的印度人只有1/3啦，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啦。因为他还是穷人家嘛，那个我。不懂英文的人还是居多啦，那莫迪就硬要这样搞所以也难怪马凯硕自己也是印度裔耶。其实印度人讲理还是很多的啦，马凯硕是其中之一。他大家看他国家变成这样，他也觉得不是他国家了新加坡，他是新加坡人看到那个印度同胞们这样，他大概也觉得难以沟通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因为印度长期在南亚做老大做太久了啦，那过去跟巴基斯坦冲突都是遥遥大胜，那这次空战打输人家，这个大概是，中国那个叫做100年屈辱那这个是空前未有之屈辱所以他现在还转不过来，你知道吗？还转不过来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也蛮强势。在帮巴基斯坦，所以他就迁怒到你了，因为这个我们说数据链的共享，那显然中国大陆一定北斗卫星要协助你嘛，他肯定有协助你了，那印度就开始牵拖都中国害的。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印度是要发动这一次对于巴基斯坦的战争是有备而来，所以他认为他应该是居于绝对的胜面。那根据过去的历史，他们基本上都取得胜利的。所以他觉得他这一次在空战方面也可以取得亚老式的胜利，结果没想到被打得灰头土脸。那事实上他是发动第一击他是先做空对地的攻击。那当空中跟空中交战的时候，
那个印度被打得落花流水，现在窝缩在军事基地里面不敢出来，现在龟缩了，没有一架敢出来。为什么？因为怕再被打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对印度来讲颜面无光。虽然在国内搞这个渔民运动啊，欢庆10天，举国欢庆10天，5架战机，印度战机被打下来啊，所以这个感谢5架战机被打下来，所以印度人可以欢庆10天，这很奇怪哈。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在这个渔民政策的过程中，《经济学人》杂志看不下去了，就一直在吐槽。《纽约时报》也看不下去了，直接就说极蠢，蠢到无比的一个地步。那这个坦白说都已经讲重话了，讲得这么重的话，我们看到印度更恼羞成怒。恼羞成怒的情形下，莫迪就要去违反人道主义，违反这个联合国的规则，违反他1960年跟巴基斯坦签的这个协议，要断人家的水，而且他已经公开的说，我就让你巴基斯坦人一滴水都喝不到我印度的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真的已经是很不人道了，很糟糕。那他有没有想过，中国大陆在今年要在雅鲁藏布江要盖一个水力发电站？这个水力发电站它本身的盖好以后，它的电量是3000亿瓦时哦。那接着在后面再盖5座的水库站。那各位想想，如果以印度这样做法的话，那因为这个雅鲁藏布江的这条河域就进入印度了嘛，然后再从孟加拉上出海嘛。那如果你今天你印度这样做，你会不会影响地缘政治的问题？未来中国大陆盖起来了以后，如果你再对于巴基斯坦这样，那中国大陆也把水库也就暂停休息一下啊，那都会受影响，但是大陆不会受影响。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未来中国大陆一定会思考有什么方法能够逼得你印度让步，也就是不要再对巴基斯坦做这么坏的事情。很有可能大陆也会给印度施加压力啊。我觉得印度这样做法真的是很不应该。最后我觉得马可硕士在告诉印度啊，他的评估10年以后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其实这个也给提醒台湾民进党当局啊，10年以后大部分人都评估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在这个情形下，你还有什么条件筹码跟大陆谈？想清楚吧。好，请教吴老师。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在1960年有签一个叫做印度河的条约啦，Indus， 那主要干道巴基斯坦最主要干道那条叫印度河，它的上游是从西藏那边流下来。其实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有6条河是共通的哈，6条哈，就是巴基斯坦它控制了3条，右边3条，杰鲁姆、杰纳布还有印度河，然后印度也控制3条。那这一次发动这个所谓的战争之后的印度，他就说，那我就把你其中一条刚才讲断哈，所以他在这个杰纳布的上游，其实杰纳布那条河依据印度条约应该是巴基斯坦控制的，你不能在上面盖任何东西，对，结果印度在上面给你盖水库，盖水库之后他就把你断水，断水之后它底下那个水就没了嘛，好，那巴基斯坦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这个违反这个我们已经签了条约，因为国际法里面双边如果签条约你要遵守嘛，你不遵守这个是违反国际条约的，那亮哥刚才讲，连联合国你这种都违反，那所以这个那巴基斯坦怎么办？其实巴基斯坦在2008年他很聪明，他也知道说我的上游这6条，其实这6条河的上游都是印度在控制，好，那印度当年为了要维持跟他好关系，所以我说那我们就签一个印度河条约，那我控制3条，你控制3条，公平吧？可是巴基斯坦哪是省油的灯？他知道说我的上游都被你控制，哪一天我6条都被你断了怎么办？所以他就在2008年跟中国合作。